好，接下來特別看到在東南亞這邊戰事真的是一觸即發，尤其是泰檢的大戰已經進入到第2周了，完全都沒有任何降溫的一個跡象。這一次泰國直接祭出他的 F-16來轟炸柬埔寨的最前線，包括他也在泰國的沿海的5縣市都開始做宵禁來備戰，甚至他們的總理這個時候也煽動起了這種民族主義，有人說這個農民都要一起的來上戰場了，大家都支持跟柬埔寨繼續的打下去。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一起泰檢之間的火爆衝突已經全面的升級，即使有國際的協調來斡旋，雙方仍然是持續的交火。先來看到泰國國防部最新消息，他說柬埔寨方面軍方13日趁着深夜的時候，不斷的攻擊泰檢之間的邊界，包括了無人機直接就侵入到了泰國上面的領空，迫使我們泰方展開了報復行動。那麼泰國是出動了什麼呢？是在13號的深夜，泰國直接出動了他的2架 F-16戰機來轟炸柬埔寨的前線，還包括了在邊境的飯店，甚至2座是可以運送武器的橋梁都被泰國給炸毀了。除了在空中，我們看到地面部隊隨後也一起推進到了邊界，包括了多輛的這個戰車直轟波貝市一座賭場，整個賭場都遭到了摧毀。這時候泰國也宣布了進入緊急的備戰狀態，包括東南部它的這個施達勒府的5個縣直接開始實施宵禁，並且正式的宣布要封鎖泰國灣，把這一些可以運往柬埔寨的，不管是石油或者軍事物資，全部都給阻斷攔下來。而泰國更在邊境這邊查獲到了，來自於柬埔寨士兵的一個筆記本，上面說清楚的記載了超過36處的地雷埋設的坐標，還有完整的地雷的圖片等等。局勢如此的緊張升溫之際，這個時候川普趕快出來介入了。最新他和泰國的總理阿努廷通話之後，川普就立刻在他的社群上面這樣寫，他說通完話之後，我將先前發生的這起地雷爆炸定調為一場意外。川普還說這個泰檢現在已經達成了停火協議。話才剛說完，沒有想到泰國總理立刻打臉川普。他強調呢，有關於這一起地雷爆炸完全不是意外。他還說了，接下來會繼續的打下去，要讓柬埔寨完全的去軍事化。這場衝突至今已經造成了數字還在持續的統計上升當中，至少200人死亡受傷，4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注意到了在戰場中這一次打戰一名懷胎4個月的柬埔寨女兵在作戰中還因此殉職。節目一開始要請教呂艦長，怎麼看呢？這一起泰檢的衝突規模、戰事是否在擴大？泰國這時候封鎖柬埔寨，而且做宵禁備戰，是否已經走到臨界點？艦長怎麼看？的確是上一次也就是在今年6月的時候發生的這個泰檢的這些衝突的時候，其實泰國並沒有全面的進入備戰，而且還對於南部的5個縣實施宵禁。現在更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封鎖這個泰國灣。我們來看一下泰國灣實際的位置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他說可以封鎖到整個柬埔寨的部分，不過那也是痴人說夢為什麼？因為比較接近南海的是柬埔寨，而不是泰國那而且這個油呢，他只要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之後，其實它是擋不住這一個柬埔寨的。但是呢，我們這樣講說這個泰國它的海軍的實力其實是遠超過柬埔寨的。這是我們看到，雖然它有航空母艦，但是它的航空母艦現在沒有艦載機它的艦載機全部都是直升機。那但是呢，它有新一代的這種巡防艦。那如果說對比這個柬埔寨的話，柬埔寨沒有這個實力，柬埔寨全部通通都是這一種我不能講小破舊那但是呢，真的是噸位只有245噸、250噸的這些小艇根本不是對手。那如果說回到原來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打起來的，其實就是為了錢打起來。為了錢，大家不願意講而已。大家一直在講的是什麼？講的都就是這個在泰檢邊境上的一個扁擔山脈上的
博威夏氏啊。那這個博威夏氏其實它是西元889年的一個濕婆神廟。那我請教一下，你泰國是拜濕婆神嗎？不是吧？那為什麼你要對於這個地方這麼重視？開玩笑，他一定說我寸土不讓。可是大部分的觀光客都是從泰國這一側過去的。那泰國更想把它的邊界從原來的它只有這個我們講到的博威夏氏的一角，再繼續往東推。可是往東推，開玩笑了，對於這個柬埔寨來講，你的東進就是我的西退啊，所以也絕對不讓。所以我們很難想象啊，這個柬埔寨跟泰國的這個實力這麼懸殊之下，他為什麼實際要打？真正的寸土不讓的是柬埔寨。但是呢，現在這樣繼續打下去，大家都有不可以輸的壓力。為什麼？因為對於柬埔寨來講，洪馬內他是父親扶植的第2代，不能輸。那至於說阿努廷來講，他要全面改選國會，那他也是要來競選的，那他怎麼能輸呢？當然，兩邊爭執不下，川普出來求和，那當然盤點最後就是我的泰國最主要是觀光收益，更不怕你美國立刻打臉。是，確實哦。現在所以因為這一起事件，泰國政治也是面臨非常多的挑戰，尤其阿努廷現在壓力很大，但是也因為這個壓力哦，包括因為現在整個內部哦，人民也非常的支持政府繼續的打下去，所以呢，泰國內部說現在掀起了所謂的民族主義浪潮，剛好就是很適合，很對於現在的保守派阿努廷是非常的有利的，在接下來的國會選舉當中。那阿努廷他是現在泰國的總理之外，他是2012年重返政壇的，領導了泰自豪黨。那他的優勢就是他可以結合包括了地方的派系，還有這種結盟保守的精英，所以他在泰國內部迅速的做大，而且這個被这個分析形容他是政治的變色龍，他可以擅長動員民意，又可以展現對於皇室的效忠。可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不會帶領泰國又走向戰場呢？那現在有一個說法，農民可能會跟隨他起義。楊老師怎麼看？阿努廷是在疫情期間哦，整個在泰國負責疫情處理的官員，他是當時的公共衛生部長，他也做過內政部長，所以他個人是比較就是在官僚跟政策層面啊受到肯定。可是他參加的那個泰自豪黨啊，是唯一的一個把民粹主義寫進黨綱的這個泰自豪黨。但泰自豪黨大概是排名第3大黨。大概目前擁有70席的這個議員，那另外2個黨呢，維泰黨，那就是塔信所創建的。那貝東丹在8月份下來的時候呢，阿努廷上來。那阿努廷上來的時候，他就承諾4個月之內解散國會。因為人民黨支持他才有這個機會嘛。因為人民黨第1大，那人民黨大概有143，那貝東丹的維泰黨大概140。所以4個月之內解散國會，他現在就宣布了。那剛好又碰到就是邊境衝突、領土的爭議。上一次才5月份的時候才跟柬埔寨打了一仗，那可是呢，現在又在起，川普再打電話沒有用了，因為我們要選舉了，誰敢退？哪一個黨敢退？要退的時候，你會不會被這個保守派或者是被人民這個譴責？然後呢，軍人背後的這個影響力，泰王背後的影響力。沒有人敢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在泰柬的衝突上敢說要和平。為什麼？因為上次的貝東丹說要和平啊，結果8月份他就被解職了。所以我是覺得現在45天到60天之後要重新舉行選舉，大概1月中到2月中，泰國要舉行新的這個選舉，到底誰會贏？是維泰黨還是人民黨？人民黨現在有機會回來，因為人民黨之前叫前進黨。就他在2024年8月的時候被憲法法庭解散，為什麼？因為他支持要去修改那個就是藐視王室的這個條款，那是憲法第112條。因為這個東西他被要求解散，可是他又重新這個不見得改頭換面了哈，但是呢換一個名字叫人民黨。所以接下來是人民黨跟泰自豪黨可能會結合，也就是阿努廷跟人民党之間的結合哈。可能會回到泰國的這個政權，那因此呢，這個邊境的衝突要繼續堅持下去。反正
泰國的軍力是比較大嘛，是不會輸的。是，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阿努廷他其實聲勢正旺，他甚至還喊出說要去柬埔寨的軍事化。看起來這場泰柬之間的衝突還會持續嗎？那美國斡旋是不是接下來就會失效了？委員怎麼看？不能說失效了，因為不管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面對泰國跟柬埔寨這兩國的衝突哦，都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問題啊。对，而且正像楊教授講的，兩邊都有在鞏固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啊，柬埔寨也有啊，然後這個泰國也有啊，所以啊，因為內政延伸出來的有打仗的需要，那大家放心說，這種戰爭打的規模不會太大。但是比較討厭這種戰爭會拖很久啊，因為大家都是利用戰爭在建立或者鞏固國內的聲望嘛。你說阿努廷他現在怎麼能退啊？對不對？他當然喊口號喊得很大哈，但是實際動作他自己也知道哈，因為這種打下去對泰國的經濟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可是他喊大聲一點，為了泰國的光榮啊，這一次要把柬埔寨給打服下去啊，這種話每個人都會講啊。那洪森啊，也不遑多讓，洪森是越老越糊塗的一個人啊，沒事幹去把那個泰國裡面最親柬埔寨的貝東塔給拉下來了，他現在自己還收拾爛攤子啊，現在本來剛才那個楊教授講對，還有一個比較和平的一個主張，現在都沒了。泰國現在是人人都是上武重戰，看怎麼辦？對，那洪森現在自己應付他內部也要去鼓勵啊。也不能示弱啊，因為他本來就是軍人出身，帶領的柬埔寨從慌亂中從那個波塔政權裡面脫胎出來的，他本來講他功勞很大，可是真的要打仗的話，我們小先生講對，兩邊實力差太遠，他會被泰國碾壓啊。光他的1年度的軍費，泰國是他的25倍啊。所以光這個數字你就知道怎麼打，可不可能打。可是問題不可能打的話，他也不能喊得太小聲啊，所以兩方面都在那邊作妖，我們就慢慢看戲吧。如果說哪一天泰國真的是想要好好揍他一頓的話，也不會有佔領領土的問題啦，不會佔領領土就比較大，但是把對方揍一下趕快跑是打是會的。揍一下趕快跑。對，好，謝謝委員。